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震耳欲聋，豆瓣开分7.6，谭健次选剧本的能力不输易烊千玺。谭健次主演的电影《震耳欲聋》豆瓣开分7.6，是今年国庆档最高分，同时也是今年国产真人电影豆瓣开分第4高，仅次于戏台捕风追影南京照相馆。也是国庆档所有电影评分人数最多的。截止到2025年10月12日下午，震耳欲聋的票房突破2亿，算是一匹黑马。震耳欲聋是国内首部聚焦聋人群体反诈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以 CODA 聋人家庭监听孩子律师李琦、谭健次式的人生轨迹为核心展开叙事。出身哑巴楼的李琦，因童年被歧视的经历，极力摆脱与聋人群体的关联。他戴着仿冒名表穿梭于高端场所，却踩着旧球鞋隐匿市井。对聋人农民工的小额讨薪请求嗤之以鼻，却为名利主动卷入一场针对聋人的定制房产骗局。这场由同为 CODA 的诈骗头目金松峰、王艳辉式设计的骗局，精准利用聋人群体信息闭塞、依赖视觉信任的弱点，以高回报房产为诱饵收割财富。当李琦收受30万元封口费沦为共谋者时，吴阿姨因房产被骗点燃煤气自杀的巨响，彻底击碎了她的名利幻梦。从漠视同胞苦难到冒死搜集证据，从法庭上口辩私利，手传真香的冒险反击，到最终促成近20名聋人用手语形成无声合唱的集体反抗。李琦在欲望与良知的撕裂中，完成了从逐利宋江到仗义武松的蜕变。在竞争激烈的国庆档，震耳欲聋取得了远超预期的票房成绩，是因为电影巧妙地将听障群体的沟通困境与金融诈骗两大社会热点结合，并通过 CODA 这一独特视角展开叙事，避免了传统题材的刻板印象，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谭健次的表演获得了业内和观众的大量好评，形成了因演技而看的观演动力。许多观众正是因为对他演技的赞赏而走进影院。谭健次在影片中的表现被广泛认为是脱胎换骨和惊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极具层次的演技。谭健次通过眼神的细微变化，精准刻画了角色从前期对名利的渴望，中期的内心挣扎到后期良知觉醒的全过程。特别是在与反派对手戏时眼神中的谄媚算计，和面对聋人求助时一闪而过的犹豫同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专业且富有情感的手语表达，为贴合角色，谭健次提前数月苦练手语，不仅达到了同步正常语速的流畅程度，更赋予了手语丰富的情感层次。在面对不同对象时，手势的力度和节奏都蕴含着截然不同的情绪。谭健次在这部电影至少有3大高光场景。电梯对峙戏一镜到底中，谭健次从冷静劝说转为被戳中痛处后的暴怒，最后走出电梯瞬间切换回假笑，完美展现了人性的撕裂与伪装。醉酒呐喊戏，谭健次在街头嘶吼我想活出人样有错吗？青筋暴起的脖梗和失控倒地的抽搐，充满了原始的爆发力，引发观众强烈共情。法庭双声戏，谭健次同时进行口语辩论与反向手语表达台词与手势意义相反，眼中含泪却咬字铿锵，将角色内心的冲突与坚定展现得淋漓尽致。非著名于评人吴清宫指出，谭健次挑选剧本的能力不输易烊千玺。演了这样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他甚至还可以冲击影帝。